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新的 AI 工具，就是大家现在看的这个页面，它同样是一个开源项目，它的名字就是 AudioCraft。这个工具的作用就是通过 AI 技术，然后来生成这个一段音乐。它生成的这个音乐是没有版权的，这个大家可以直接去使用而且效果也还不错。接下来我就说一下这个工具的一个使用。同样的，我们下载的话，大家不用看，我这边有个整合包，然后我们先来打开这个文件。然后再来说这一个东西的区别我们先来启动，大家找到下面这个地方 run 点 byte， 然后我们打开它就可以了。稍微等一下，好，这边可以启动了。大家看到这就是它的一个页面，这边有4个模型，这4个模型是用来生成这个 AI 音乐的。这4个模型比较大，所以说这边呢分了几个版本，就是这个完整版，我现在用的就是完整版。这4个模型自带了。大家下载下来解压了就能用。这个简版的话是没有包括这4个模型，就是没有包括这4个模型。这样的话，大家需要自己去下载这个模型。然后这个模型的话，也不需要你自己去网上下载，就是大家使用的时候，当你点这个提交的时候，这边会生成这个 AI 音乐，然后它会检测这4个模型，这4个模型没有的话，它会自动去下载。这是这个版本的一个区别，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去选择。这个完整版的话大概37.4G说实话有点大，确实。简版的话就小多了，3个 G 这个大家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有个补丁包，这个补丁包的话，这个完整版里面已经有了，完整版里面我这边已经放进来了，大家不用管，拿来直接用。如果你选择的是简版的话，那么大家注意把这个包，把这2个东西把它解压下来，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简版的这个文件夹里，这样的话最终这个使用 GPU 的效率呢高一些。主要是这么一个作用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使用。我们来看这个界面，这个界面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说的内容。首先就是这边一个文本，就是大家需要对你的音乐的一个描述，比如你想生成一个什么样子的音乐，什么年代的，什么背景的以及里面涉及到什么情绪啦等等之类的这些因素，大家可以写到这里。当然你这边写的越详细，这边音乐可能越符合你的要求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拖放音频，这是干嘛的？这就是你可以选一段音乐，现有的音乐可以作为参考，它会基于这段音乐呢，然后基于你的文本2个因素，共同来生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音乐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。下面这个东西的话，代表这个你生成音乐的一个时长，所以我们这边为了演示快线，我这边就短线，我这边只有5秒，它这个好像最长只能到120这个也暂时够用了。当然我们正常用来说肯定是没有问题了。然后下面这几个参数的话，大家也不需要去管它，保持默认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下面有这个音乐，那大家可以看这个，我们来选一个，这样的话就选上来了。然后这个模型这边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，这个第一个模型，它代表的就是说它有2者共同作用，就是这个文本以及参考音乐，在这2个的共同作用下，然后来生成这样一个音乐，它是代表是这个。后面3个模型，它代表了说它只通过文本来生成，就是你这边参考音乐可能是没有作用的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的话，这个模型不需要去修改，我们就选这个第一个就可以了，2个共同作用来生成一个音乐，这肯定是比单纯的文本要好一些。当然大家如果说你不需要参考音乐也可以自己去选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他给的这个音乐，音乐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效果。然后生成的话就特别简单，点击提交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结果。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显存的一个占用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，它显存的占用大概有6.8个 G， 所以说如果大家的显存小于这个8G 的话，那么这个工具可能是跑不动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显存够不够8G， 然后再来使用这个工具。就内存的占用的话，也13G 的话，其实你最起码你得有16G 内存嘛，如果你没有16G 内存的话，可能也是跑不动的。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看你的配置够不够我们来等一下，这边已经生成好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生成的音乐。大家看这个音乐效果其实还是很不错的，我们可以再来一次，它应该是跟上面那一次不一样，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下。大家看这一次的声音跟上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即便是同样的文本、同样的音乐，
那么最终呢，因为它是 AI 技术随机生成，所以最终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，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选择了。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啊，这就是今天主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些内容，大家可以自己下来去自己尝试一下，它这个生成的音乐效果还是不错的，最主要的是没有版权，就是这个音乐大家可以随便来使用，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地方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大家拜拜。